亚洲最大的小区，你知道在哪里吗？不在北上广，而是在默默无闻的贵州。它占地面积6000多亩，是故宫面积的6倍。这就是位于贵州贵阳的花果园小区，投资近1000亿，常住人口55万人，相当于贵阳人口的1/10。有网友说它楼间巨窄，采光差，交通拥堵，是一个巨型贫民窟。今天我将去亲自探访这个庞大的小区。我刚到达花果园小区附近，就看到了一个令我瞠目结舌的场面。路边摆摊的套圈游戏，最高奖品居然是一辆50万元左右的宝马轿车。最夸张的是，摊主在摊位上摆了一辆真车。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个纸模，于是专门走到侧面拍摄，基本确认是真车。为了多角度确认，我又走到摊位背面，远远用长焦镜头偷拍那辆轿车。毕竟多轮拍摄容易被摊主盯上，这么有魄力和实力的摊主，有可能作风会很野蛮。如果他把我打一顿的话，我可能就要告别自媒体行业了。毕竟一次成功的碰瓷是可以发家致富的。贵阳花果园是亚洲最大的小区之一，位于贵阳市中心，是全国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总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1830万平方米，总投资1000亿元，涉及拆迁户数2万余户，拆迁人口10多万人。小区内有超200栋楼宇，以字母 A 到 X 划分区域，常住人口约50万，最高峰时接近55万，每天人流量达100万左右。其人口密度极高，相当于每10个贵阳人里就有1个住在花果园。花果园里面共有22个区，45层以上的高层楼就有130栋，比北京的天通苑还要大3倍。小区里还配备了中小学校、医院、公园等设施。很多去过的人都说，有时候串个门都会迷路，花果园实在太大了，堪称中国建筑规划中的一个奇迹。花果园像个巨型盲盒，能让买不起房的人圆进成梦，房租相对友好，但也存在楼间巨窄、采光差、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处理压力大等问题，是一个充满烟火气，同时也兼具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大型社区。因此有网友把花果园称作巨型贫民窟。但是当我亲身走进花果园，感觉这所谓贫民窟完全是无稽之谈。花果园小区的配套设施丰富，包含住宅、酒店、写字楼、大型商场、步行街等，还有16万平方米湿地生态公园、308米高的 IMAX 3D 巨幕影院等。有白宫这一特色地标建筑，旁边是高335米的双子塔，是贵阳天际线重要组成部分。花果园小区里面商铺林立，吃喝购物娱乐应有尽有，可以想象小区居民的生活会非常便利。这么繁华的地段，这么成熟的商业配套，可以算是中国城市生活社区的典型代表。我上网查了一下花果园小区的房价和租价，房价大约在每平方7000多元左右。租房的话，2室1厅租金通常在1350到2000元每月左右。同国内其他省会城市相比，花果园不论是房价还是租价都比较亲民，是普通人都能够承受的价位。在花果园片区有一个神奇的建筑，当地人都把它叫做白宫。白宫有许多神秘的民间传闻和传说，比如广泛流传着其造价高达27亿的说法，称其是由花果园开发商老板斥巨资打造，甚至有传闻说其实际价值已超100亿，这让它在人们眼中成为了奢华的象征。关于它的用途，有说法认为它是洪立成老板的私人房产，原用于私人会所，后迫于相关规定，名义上对外宣传是艺术中心，但基本不对外开放，也很少宣传，给人神秘之感。有传言称白宫保安严密，甚至夸张到连只鸟都飞不进内部，且无论白天夜晚都有人严防死守，而建筑内却常显得空无一人，与周边花果园小区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关于内部构造，传说白宫内部设有自动人行道，因为房间众多，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要很久，若保洁和保安谈恋爱都算是异地恋。还有说法称其藏品丰富，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但这些都无法得到确切验证。我在网上查到一些还算证实的信息，贵阳白宫真名为花果园艺术中心，是贵阳花果园城市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中国第一大楼盘贵阳花果园，由贵州洪立成集团创始人肖春红打造，网传造价27亿，占地约6000平方米，
总高12层，有1352个房间，内部设有20余部电梯及200个停车位。建筑采用巴洛克风格，融合古典欧式元素，白色外墙搭配尖顶、雕花阳台、对称设计、穹顶、立柱等，整体恢宏大气、精美华丽，宛如欧洲中世纪的皇宫。这里曾作为萧春红的私人住宅，目前部分区域作为柏林惠珍选酒店使用，设有64间臻享套房和2座奢华宴会厅，还配备游泳池、水疗中心、健身会所、酒吧、酒廊和餐厅等设施。但建筑整体不对外开放，平时游客只能从外部观赏。因其独特的外观和奢华的气质，成为贵阳的网红打卡地。尤其是夜晚灯光亮起时，与周围的湿地公园、湖泊相映成趣，倒影在湖水中，形成梦幻般的视觉效果，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拍照打卡。贵州在人们印象中是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在全国城市 GDP 排行榜中仅仅位列第56位，人均 GDP 方面更是排到了第74位。但如果把贵阳的城市面貌拿到国际上去比较，妥妥的大都会，能超越许多国家的首都。在花果园吃了一碗牛肉粉，带一颗卤蛋，还有免费的泡菜，价格12元。牛肉的分量足足有一小碟，明锅熬煮的牛骨汤，味道好极了。都这个年代了，还有穿扮非常体面的人跪在地上，用一眼假的理由求施舍。我想对这位朋友说，愿意相信和帮助你的都是善良的人。当这个社会中的善良都被恶意的欺骗所消磨殆尽，每个人都将付出沉重的成本。每个普通人都不容易，跪地乞讨者的身前不断穿梭着忙碌的外卖骑手。对比之下，外卖骑手们多么值得尊重，他们用劳动守护了自己的尊严。天色渐暗，今天旅行的最后一站是青云市集。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这么一条热闹非凡的街，明明都是千篇一律的商家、千篇一律的美食，但仍然能吸引水泄不通的游客。我很多时候都怀疑游客们是被自己的聚集所吸引，这种陌生地方的热闹氛围能冲淡内心的灰败失意、恐惧、悲伤、无聊和痛苦，这不正是旅行的意义吗？开始旅程的人，像跃出水面的海豚，离开生活海洋，随心翻腾，循着河流蜿蜒，去浓雾中的小镇，远方的人们，陌生的脸庞，对着异乡的我笑得怔怔，刚说你好，马上又挥手再见，风一样的相遇，有时却留下永恒。孤独的旅行走到疲惫，脚步却更轻盈，没有想过收获，却收获良多。安静的旅行走到远方，最终又回到最初，那些平凡的日子有光辉闪耀。这一盏灯，星光可以取暖，无风起浪。闻着时光芬芳，看夕阳下的小城，骤降的大雨，忽然的彩虹。身在异乡的我笑得纯真，不想告别，却自然地说再见。风一样的旅行，在心中却是永恒。孤独的旅行走到疲惫，脚步却更轻盈，没有想过收获，却收获良多。安静的旅行走到远方，最终又回到最初，那些平凡的日子有光辉
会闪耀。孤独的旅行走到疲惫，脚步却更轻盈，没有想过收获，却收获良多。安静的旅行走到远方，最终又回到最初，那些平凡的日子有光辉闪耀，让生命闪耀。这恐怕是中国最顽劣的一群猴子。2020年以来，黔灵山公园猕猴伤人事件达 1.3万余起。说一起典型案例，2025年8月12日，一名女游客在黔灵山景区尝试用香蕉吸引猴子互动，一只猴子突然跳起踢中其身体，致其失衡从山崖跌落，造成脚骨骨折。10多年前还有一起极为惨痛的案例，一名8个月大的男婴在母亲为其换尿布时遭到猴子的突然袭击，男婴的右侧睾丸被猴子扯掉并被吞食。尽管男婴经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此事导致男婴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今天我就来到了这座因泼猴而闻名的贵州黔灵山公园，来看看这里的猕猴是否真的无法无天。到达黔灵山公园附近，先吃个早餐。一排包鸡的瓦罐吸引了我，于是就选择了这家鸡汤面。看这架势，应该可以确定这家的鸡汤应该是原鸡熬煮，而不是科技与狠活。事实上味道也确实不错，算是贵州为数不多的不辣的食物。吃起来鸡汤确实比较鲜浓，但也有缺点，就是太油腻，价格15元，不高不低。黔灵山公园免门票，再加上声名远播的泼猴，吸引来的游客那真是铺天盖地，执勤的特警严阵以待，这身装扮英气十足，颇具震慑感。我被游客大潮裹挟着往前走，听到许多游客都在谈论猴子，看来黔灵山的猴子那绝对算是黑红。一方面大量的游客被泼猴们所伤害，一方面人们又被这种伤害刺激所吸引，这让我想起了短视频平台上一脸厌倦庸才生活的大波浪女生，向屏幕喊话：渣男们快来伤害我吧。人类真是一种可笑的生物，特别是在吃饱喝足之后。根据我的观察，绝大部分外地游客基本都是奔着猴子来的，因为大家都在分析哪里的猴子最多，走了不知道多少台阶，传闻中漫山遍野的猕猴，直到现在却一直都没有看到，游客们都有些失望。终于我的长焦手机拍到了第一只猴子，不知道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它在猴群中的阶层地位，我只知道它想在人群中增加曝光，以便让他们刷礼物。饮料瓜子八宝粥，奶茶鸡腿牛肉干，也有好事之徒给吃皮蛋，气得泼猴对他施加物理伤害。镜头一转，我拍到了公园保安手中的驱猴利器弹弓。接着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个公园里的保安都标配了弹弓。这弹弓并不是战略威慑，也不承诺不首先使用弹弓，只要有猴子靠近人群，保安就会发射弹弓，对猴子进行警告式射击，以达到驱赶的作用。野生猕猴也算是保护动物，打死打伤并不是目的，而且我对保安们的狙击精度也并没有信心。弹弓的效果很显著，小石子呼啸着击中树枝发出的声音，足以让他们落荒而逃。至于他们是怎么知道弹弓的威力的，我相信一定是有几只原本岁月静好的猴子，经历了生活的暴击，在孤单的夜里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死去的爱情。保安不但制止猴子靠近人，也制止人靠近猴子。有游客高举黄澄澄的香蕉，对远处的猴子施以诱惑，被保安发现后立即被劝阻。但也有例外，一位背着背包的大姐不断地在山林里行走，似乎是在给猴子们投喂食物，有可能这位大姐是官方人员。还有一位手持稳定器加手机机位的男子，不断地在往猴群集中的地方靠近，应该是在进行拍摄或者直播。自媒体行业就是这样不断的内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去，哪里吓人就往哪里去，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就为了最终能有机会1、2、3上链接。我现在觉得大多数人类活得好辛苦，除了人类，
其他动物好像都不用上班。街头的流浪狗整天鬼迷日眼，无所事事，然后就是和其他同类搞社交活动，生活悠闲而惬意。唯一要解决的不过是找点吃的，运气好吃到美女们扔掉的舔狗送的蛋糕，哪怕时运不佳的时候，找到一坨屎也能凑合一顿。黔灵山的猴子可比流浪狗待遇好多了，鲜芋牛奶西米露，咸发胶糖维也纳，黄金椰椰黑乌龙，富贵米麻薯牛乳茶。人们的投喂行为可以算是猴子伤人事件的直接原因。黔灵山公园猕猴因人工投喂而导致种群数量不断增长。2020年报告显示，当时黔灵山公园猕猴数量已达1210只。由于猴群数量集中于极小的游览区域，导致猕猴伤人事件频发。黔灵山的猴子为野生猕猴，未经驯化，具有攻击性。长期以来，游客的投喂行为使猴子形成索食依赖心理，一旦停止供食或游客手中有食物，就可能引发猴子的抢夺和攻击行为。黔灵山公园位于省会城市中心，常年游客多，猕猴种群数量过大，抢夺食物和伤人事件频发。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黔灵山公园猕猴伤人事件达 1.3万余起，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黔灵山公园猕猴经常向外逃逸，猕猴进小区、进学校、进超市屡见不鲜，甚至有多次进地铁的情况，损坏路灯、监控、变压器等公共市政设施时有发生。同时，猕猴密度过大且与密集人群近距离接触，抓伤游客等，极易引发肺结核等人猴共患传染性疾病。黔灵山公园工作人员表示，公园不具备接种疫苗的条件，仅能对伤口进行紧急的基础消毒处理。如游客到医院接种疫苗，公园只报销狂犬疫苗费用，破伤风和血清不报销。当然，这也要分情况。游客如果因意外被猕猴咬伤，可以到公园管理处进行登记，公园会支付基本的狂犬疫苗费用。若游客主动逗弄、投喂猕猴，则公园可不承担补偿责任。针对猴群引发的诸多问题，黔灵山公园管理部门多次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专家建议将黔灵山公园半野生猕猴种群生态承载量逐步控制到不超过396只为宜。从2022年开始，公园批捕了400只猕猴，这些被分流的猕猴全部明确用于种群繁育或科普展示。黔灵山公园除了看猴这一特色，也是本地老年人的重要活动场所，规模庞大的演出团队，还有巨量的灵魂舞者。这位老哥以社牛的气势、销魂的舞姿，践行着我不尴尬就轮到你尴尬的普世真理。在黔灵山公园旁边有一个人气十足的市场，蔬菜水果、食品小吃、玩具百货，种类繁多，人气旺盛。最近几年也成了外地游客必逛的打卡地。流掉了哈。我3块。29块39这么小，31块6是31，29，对，29，个哈，这个手边那个3块啊，真是多点儿，太好了，够不能买的，我们来下。我下40师傅。我要一个西干真要点，哦，这是标配，标配啊，我可以要一半吗？哦，那你就帮我要一份这个呗。土豆鸡蛋炖龙虾。打包。
要不鸡蛋是吧？要。土豆要吗？土豆不要。厕所旁边制作的馒头，独创的烤鸡蛋，烧茄子、烧辣椒，焦脆的锅巴糍粑。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全国统一的街头小吃，那么你应该来贵州，这里有许多你没有见过的，甚至有点奇葩的美食。今天的视频是贵州美食大合集。我在夏天来贵州，绝对是正确的选择。贵州全省夏季平均气温仅23摄氏度，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在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正新街、民生路、蔡家街3条美食街相互连接，是吃货必打卡的美食天堂。接下来就为大家献上沉浸式的美食街实拍视频。已支付收款6元。我付了哈，这个4馒头2个。2个。啊，谢谢。已支付收款12元。我找鸡蛋就行。3个鸡蛋。3个鸡蛋。只剩3个。哦，只剩3个鸡蛋。捡起了。已支付收款2元。还要这个呢？哎呀，这个，我这里吃啥子？是哪个2个？我的2个，分开装哈。分开装。12斤要不要？要。除了推手，什么都可以加的哈。烤洋芋。美丽吗？但是上海也觉得好热。然后。还有。那韭菜不要。然后韭菜。他们其他等我看带些那些，我看如果我们2个都要共同用的，澳门地带我就不带了，天我带东西太多。这个咸甜的是吗？哪个？这个咸甜的。就是酸。没有这反了。哦，都没有。真的，你家都没得咸的了嘛？不搞懂。2个要韭菜的哈。我也吃嘛。都是那个嘛。12斤，多少甜的？甜面酱。甜面酱。甜面酱。我们喜欢，贵阳人喜欢吃这个了嘛？甜的真的，喜欢吃的甜的。要不要加点这个料？这个我们要1个。好。给我留1口啊！来。稍等一下哈。20多胡子了。我睡哪了嘞？慢点悄悄又不讲话。
搞个原味的，对吧？啊，洋芋棒，但是我要搞干的。可以啊。要包韭菜不包？韭菜包个韭菜嘛。包个韭菜。但是我要搞干的哦。好。非常好吃的蛋包洋芋，看一下。要几个啊，美女？给你有心了，看看。要几个？一个。蛋包洋芋看一下，现炒。蛋包洋芋看一下，现炒现卖，不好吃不要钱。看一下，现炒现卖。蛋包洋芋看一下，现炒现卖。特色烤鸡蛋、烤香蕉。还有一个不要爆。哪位要哪种的？比较。什么辣的？微辣、油辣、酸辣？微辣吧。他们那边是。我边。我那边开。今天是谁没得啊？今天是谁没得？还是哪一个？好吃吗？好吃吗？想保留说去当兵嘛，然后后头他们又想考研，考完研然后才去准备当兵，在学校那边啥都做了，然后就因为疫情支持。然后我没去当兵，我爸爸可以不高兴。当
当时要不是因为疫情，就是我没走的。你爸让扣你回来，你会回来吗？我走了，当时他已经说，你爹是真不想让你去的。真不想去。这个又因为疫情，好，然后就没去成，好，他就不高兴了。他就只要是他一，不是他一，他就要多好。我现在不是辞职在家头准备打工，天天都是80个点。请您入车了。请您入车了。